你以为宇宙看得见？不，你根本看不见。你不了解宇宙，就像你不了解那个它。你看到的这些星光，其实只占宇宙质量的不到 5%， 剩下的 95%是一种你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至今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东西。每日助眠1小时，我是睡与深空。点赞收藏，开启后台播放。今天我们来聊暗物质。第1章，宇宙的隐形统治者。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弗里茨·兹威基在观测后发座星系团时，发现了一个让所有天文学家都困惑不解的问题。后发座星系团包含上千个星系，它们被引力束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宇宙岛屿。兹威基测量了这些星系在星系团内的运动速度，然后运用牛顿引力公式计算了这个星系团必须有多少质量，才能把这些星系牢牢抓住。结果让他震惊了，计算需要的质量远比根据星系发光亮度估算出来的质量大出几百倍。这就像是你看到一群鸟在空中飞翔，它们飞行的方式表明必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它们拴在一起，但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到这根绳子。兹威基把这个现象称为缺失质量问题，后来的人们给它起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暗物质。但你可能会说，也许只是我们的观测技术不够先进，也许那些星系里真的有更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种质疑是合理的，科学家们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于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代又一代的天文学家继续观测，继续测量，继续寻找答案。然后到了1970年代，一位名叫维拉·鲁宾的女天文学家带来了关键性的突破。鲁宾研究的是星系旋转的问题。我们知道，星系里的恒星围绕星系的中心旋转，就像地球围绕太阳转一样。按照我们熟悉的物理规律，离中心越远的恒星受到的引力应该越小，所以它们旋转的速度应该比靠近中心的恒星慢一些。这就像水星绕太阳转得比地球快，海王星绕太阳转得比地球慢，这是一个很直观的预期。但当鲁宾测量银河系外侧恒星的旋转速度时，他发现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现象：这些远离星系中心的恒星旋转速度快得惊人，而且它们的速度并没有随着距离增加而明显下降，反而几乎保持不变，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着它们一样。这怎么可能？如果按照可见物质的质量来计算，这些外侧恒星早就应该被甩出去了，就像快速旋转的雨伞会把上面的水珠甩出去一样，但它们没有。这意味着一定有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提供额外的引力，牢牢抓住这些恒星，不让它们飞出星系。这就是暗物质存在的第一个关键证据。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这个现象，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把可见星系比作一个橙子，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恒星和气体就像是橙子最外层的皮，很薄很小，只占整颗橙子质量的一小部分。而暗物质呢，它包裹着整个星系，就像包裹着整颗橙子的不可见的果肉，占据了星系质量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暗物质在星系中的质量比例可以达到 80%， 甚至更高。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整个银河系的质量算一算，恒星、气体
尘埃这些可见物质只占大约 15%， 剩下的 85% 都是暗物质。我们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体，但实际上我们只是那层薄薄的闪光的橙子皮。也许你还会问，这些证据后来有没有被进一步验证呢？当然有，而且越来越多。到了21世纪，科学家们已经用好几种完全独立的方法都证实了暗物质的存在。引力透镜观测显示，大质量星系团弯曲光线的方式表明它们的质量远大于可见物质能解释的范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是宇宙诞生38万年后发出的最古老的光，其精确的涨落模式也只有在包含暗物质的宇宙模型中才能得到解释。星系的大规模分布、子弹星系团的碰撞，甚至宇宙结构的形成过程，都需要暗物质才能说得通。所有这些证据来自完全不同的观测方法，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暗物质不是猜测，而是必然。就像一位天文学家曾经说过的，暗物质不是科学的假设，而是宇宙用引力写给我们的密信，只是我们至今破译不了它的语言。这句话说得多么精确！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存在，看到了它留下的痕迹，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这种感觉像是收到了一个没有署名的礼物，我们知道它来自某个地方。送礼物的人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这份礼物。这就是暗物质宇宙的隐形统治者，看不见的引力之网。第2章，三大铁证，科学史上最硬核的看不见证明。上一章我们讲到，暗物质的存在是基于多种观测证据推导出来的。在所有证据中，有3个是最关键、最无可辩驳的，它们分别来自完全不同的观测方法，却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一章，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3大铁证。我们先说第一个证据：星系旋转曲线。1970年代，维拉鲁宾在观测几十个螺旋星系时，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异常现象。他测量了星系中不同位置恒星绕星系中心旋转的速度，预期会看到经典力学预测的那样，离中心越远，速度越慢。但实际观测的结果是，这些恒星的旋转速度几乎是平坦的，不管距离星系中心有多远，它们的速度都差不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星系的质量必须比可见物质所能提供的大得多，因为只有更多的质量才能产生足够强的引力，把外侧那些转得飞快的恒星牢牢抓住，不让它们飞走。这就像是你在湖边看到一艘小船，船本身很轻，但船下面似乎有一块巨大的隐形磁铁把它吸住了一样。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我们见过咖啡杯里搅拌咖啡的场景吗？当你用勺子搅动咖啡时，液面上会形成一个漩涡，这个漩涡的形状取决于你搅拌的力度和液体的性质。但是如果你只看液面上的波纹，你只能判断出表面流动的情况。实际上，在液面以下，整个杯子的液体都在旋转，而且底部的旋转动力来自勺子的搅动。星系的情况类似，我们能看到的恒星和气体就像是咖啡表面的波纹，它们只是整个系统可见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整个星系的范围内，有一种看不见的暗物质在提供额外的引力，维持着整个旋转系统的稳定。如果没有这些暗物质，
星系外侧的恒星早就应该像被甩出的水滴一样飞离星系了。这就是暗物质存在的第一个铁证，它不是某个特殊星系的特例，而是几乎所有旋转星系都面临的同样问题。现在说第二个证据，引力透镜。这个证据更加直观，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光的行为。我们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质量物体不仅有引力，还会弯曲周围的空间。当光线经过大质量物体附近时，它会沿着弯曲的空间前进，从而产生偏折。这种现象被称为引力透镜效应。想象一下，你站在一面哈哈镜前，镜子会把你扭曲成奇怪的样子。宇宙中的引力透镜也类似，不过扭曲的不是你的脸，而是背后星光的方向。当前景有一个大质量的星系团时，它会像放大镜一样弯曲，来自更遥远背景星系的光线，让它们看起来更加明亮，更加扭曲。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多个像同一个背景天体，在前景星系团的引力作用下，看起来像是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像。问题来了，当天文学家仔细计算前景星系团的质量时，他们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情。根据光线弯曲的程度计算出的质量，远比根据星系团可见发光物质估算的质量大得多。有的时候，这个差异可以达到上百倍。这就像是你看到前面有一面哈哈镜，你以为它只是一面普通的小镜子，但它产生的扭曲效果却像是一面巨大的凹面镜。你开始怀疑，在这面镜子背后一定有什么非常沉重的东西，但它完全不发光，所以你看不见。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了许多这样令人震撼的画面。在 Abell 2218星系团这样的天体周围，科学家们观测到了美丽的光湖，那是背景星系的光被前景星系团的引力扭曲后形成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质量来产生这么强的引力，这些光湖根本不可能出现。而计算表明，这些质量中的绝大部分必须是暗物质。这就是暗物质存在的第二个铁证。通过光线的弯曲，我们看见了看不见的质量。现在来说第三个证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证据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它其实是所有证据中最精确的一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在最早期发出的余温，就像是100多亿年后，我们仍然能探测到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微弱热量。这辐射遍布整个天空，均匀地来自宇宙的各个方向。当你用精密的仪器测量这种辐射时，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完全均匀的。它在不同的方向上有微小的涨落，就像平静的湖面上有细细的波纹。这些微小的涨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记录了宇宙早期物质分布的信息。想象一下，宇宙诞生后不久，物质开始聚集，形成最初的恒星和星系。但这个聚集过程会受到很多物理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宇宙中有多少暗物质。因为暗物质虽然不发光，但它有质量，它会参与引力作用，影响物质如何聚集。科学家们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了不同成分的宇宙演化，发现只有包含正确数量暗物质的模型，才能产生出与实际观测相符的微波背景辐射涨落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测量到的这种微小的不均匀性，恰好是暗物质存在的指纹。2013年，欧洲航天局的普朗克卫星
发布了当时最精确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测量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科学家们计算出了宇宙中各种成分的比例，结果令人震惊。暗能量占宇宙能量密度的 68.5%， 暗物质占 26.8%， 而包括所有恒星、气体、行星和我们人类在内的普通可见物质只占 4.9%。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以前在物理课本里学到的所有知识，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从化学到生物学，从地质学到医学，所有这些人类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智慧，研究的对象只占宇宙的不到 5%， 剩下的 95% 是我们完全看不见，也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暗物质存在的第三个铁证。在宇宙最古老的辐射中，我们找到了暗物质的精确印记。现在，让我们把这三个证据放在一起看看。星系旋转曲线告诉我们，星系里有看不见的质量在提供额外引力。引力透镜告诉我们，大质量天体周围有看不见的质量在弯曲光线。微波背景辐射告诉我们，在宇宙诞生之初，暗物质就已经是宇宙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种方法完全不同，它们观测的是宇宙的不同方面、不同尺度、不同时间段，但它们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暗物质必须存在。当三种完全不同的观测方法指向同一个答案时，怀疑暗物质的存在比相信它更需要勇气。这不是盲从，不是权威崇拜，这是科学方法最本质的体现，让数据说话，让证据审判。每一个理论都必须经受住所有可能的检验，只有在所有独立的证据面前都站得住脚，才能被科学界接受。而暗物质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受住了所有检验的理论。第三章，为什么我们至今抓不住暗物质？前面两章我们讲述了暗物质存在的种种证据，从星系旋转到引力透镜，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到子弹星系团，所有这些证据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暗物质就在那里。它影响着宇宙的演化，它塑造了星系的结构，它甚至此时此刻正在穿过你的身体。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谜团，如果暗物质真的这么多，如果它真的无处不在，那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直接抓住一个暗物质粒子？为什么我们无法像研究普通物质那样，在实验室里研究暗物质的性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理解暗物质最本质的特性，它与电磁力几乎没有交互。我们得回想一下普通物质是怎么被看见的。太阳发光，因为它的表面温度很高，原子中的电子被激发，释放出光子。月亮反射太阳光，因为月球表面的岩石会吸收光子，然后重新发射出来。我们能看见东西，因为我们的眼睛可以接收光子，然后通过视神经把信号传给大脑。但暗物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暗物质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它就像一个宇宙中的幽灵，与光子也就是电磁波的载体完全不发生作用。你可以把手电筒照向暗物质，光线会直接穿过它，就像穿过空气一样，没有任何反射，没有任何吸收。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宇宙中会存在一种与光完全绝缘的物质？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宇宙中的力有4种：引力、电磁力、弱合力和强合力。
我们熟悉的可见物质多多少少都会与这4种力有交互，但暗物质似乎只与引力发生作用，对于其他3种力，它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像是一个完全不喜欢社交的人，他有质量，所以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会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引力影响，但他从来不说话，不回应，不与任何人产生联系。你知道他在那里，因为他会影响到周围人的行为，但你永远无法直接看到他，无法和他直接交流。用更精确的物理语言来说，暗物质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它不会吸收、发射或反射电磁辐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无法用任何光学或射电望远镜看见它。它不发光，不发热，不产生任何我们可以探测到的电磁信号。这还带来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我们无法像捕捉其他粒子那样用探测器去捕捉暗物质粒子。想想看，我们是怎样研究微观粒子的？我们让粒子加速器对撞产生新粒子，然后让这些粒子撞到探测器上，产生我们可以记录的信号。但暗物质粒子似乎根本不与探测器中的普通物质发生作用，所以即使它撞上了探测器，探测器也记录不到任何信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下探测实验面临如此巨大的困难。过去20-30年来，全球的物理学家在地下深处建立了灵敏度极高的探测器，试图捕捉暗物质粒子与普通物质碰撞时产生的微弱信号。美国的 LUX 实验，欧洲的 XENON 实验，中国的 PANDAS 实验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这些探测器被埋在地下深处，用厚厚的岩石层屏蔽掉宇宙射线和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力求探测到最微弱的暗物质信号。结果如何呢？可以说是一片寂静，偶尔会有一些疑似信号出现，但最终都被证明是噪音或者其他已知粒子造成的背景事件。探测器灵敏度在不断提高，但暗物质粒子始终没有现身。这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可能弱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在整个探测器里，每天只有极少数的暗物质粒子会与普通物质发生哪怕一点点碰撞，而且这些碰撞产生的信号可能比最微弱的背景噪音还要小。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现象。想象一下，暗物质就像是空气中的灰尘，你看不见它，但它确实存在，而且确实会影响周围的一切。当你走过一间昏暗的房间时，你看不到灰尘在空气中漂浮，但当一束光照射进来时，你会看到灰尘颗粒在光束中闪烁。但暗物质比这个比喻还要极端，灰尘至少还会散射光线，还会与空气分子发生碰撞，还会因为重力而慢慢沉降。暗物质呢？它几乎是完美的幽灵，它不与任何东西发生作用，除了引力，它就那样存在着，穿过一切物质，没有任何痕迹。也许你会问，那有没有可能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通过高能碰撞产生暗物质粒子呢？这是个好思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是人类建造的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科学家们确实尝试过在极高能的质子对撞中寻找暗物质粒子的身影。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暗物质是由某种粒子组成的，而且这种粒子有质量，那么在足够高的能量下，两个质子相撞，也许能产生出这种粒子。
然后通过测量碰撞后能量的缺失，来推断暗物质粒子的产生。这种方法确实找到了一些缺失能量的现象，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缺失能量可以完全用已知的中微子来解释，而不需要引入任何新的暗物质粒子。到目前为止， LHC 还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暗物质信号，这其实并不意外。理论上，如果暗物质粒子质量非常大，那么 LHC 目前的能量可能还不够高。如果暗物质粒子质量非常小，那么它产生的信号可能太微弱，无法从背景中分辨出来。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直接探测暗物质粒子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但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中，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某种深谋远虑。也许暗物质之所以这样难以捉摸，恰恰是因为它是宇宙最稳定的结构之一。如果暗物质很容易与普通物质发生作用，那么在宇宙100多亿年的演化过程中，它可能早就被消耗殆尽，或者聚集成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天体。正是因为它几乎不与任何东西发生作用，它才能在宇宙中保存下来，成为那个永恒的隐形统治者。暗物质也许是宇宙最成功的隐形艺术，它证明了存在可以完全不需要被看见。这句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似乎习惯了眼见为实，但暗物质告诉我们，这个信条可能是错的。在某些情况下，最真实的存在恰恰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它们就在那里，不声不响，不言不语，却支撑着整个宇宙的运转。第4章，暗能量的横空出世，宇宙加速膨胀的惊天逆转。如果说暗物质已经够让人震惊的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宇宙的认知。因为暗物质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存在——暗能量。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故事要从1998年说起。那一年，2个独立的天文学家团队，一个由亚当·里斯领导，另一个由索尔·珀尔马特领导，同时宣布了一个震惊整个科学界的发现：宇宙不是在减速膨胀，而是在加速膨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先理解宇宙膨胀的概念。想象一下，宇宙就像一个正在充气的气球，星系就是气球表面的小点，它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气球的膨胀而越来越大。这就是宇宙膨胀，不是星系在移动，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星系被空间带着互相远离。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宇宙的膨胀应该受到2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初始的膨胀动力，来自宇宙大爆炸；另一种是引力，它会让宇宙中的物质互相吸引，从而减缓膨胀的速度。就像你把一个球往上抛，它会先飞上去，然后因为地球引力而减速，最终落回地面。所以物理学家们预期宇宙的膨胀应该是减速的，一开始很快，然后慢慢变慢。这是很直观的逻辑，但是1998年的观测彻底颠覆了这个预期。2个团队都在测量非常遥远的超新星，那些在宇宙早期爆炸的恒星。这些超新星的光芒非常明亮，即使在几十亿光年之外，也能被望远镜捕捉到。通过分析这些超新星的亮度和光谱，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它们当时离我们有多远，
以及它们所在的星系以多快的速度远离我们。结果发现，这些非常遥远的超新星比预期的要暗，光线从那么远的地方传来，按照当时的宇宙学模型，应该更亮才对。这只有一个解释，这些超新星所在的位置比预期更远，也就是说，宇宙膨胀的速度比预期的更快。这就像是你预期一个往上抛的球会慢慢减速，结果它不仅没有减速，反而越来越快地向天上飞去，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熟悉的物理直觉。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答案就是暗能量。如果说暗物质是粘合星系的引力胶水，让物质聚集在一起，形成星系和星系团，那么暗能量就是撕裂宇宙的黑暗反叛，让空间本身膨胀，而且是加速膨胀。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让我试着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想象一下，你有一块弹性很好的布料，你把它绷紧，然后松手，按照常理，这块布料应该会弹回来，对吧？但暗能量的效果就像是，你不仅松了手，这块布料反而开始自动拉伸，而且越拉越快，永远不会停下来，也不会反弹。暗能量就是这样一种负引力。普通引力让物质聚集，让空间收缩；暗能量则让空间膨胀，让物质分离。而且暗能量的作用似乎与空间本身相关联，空间越多，暗能量就越多，膨胀就越快。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宇宙变得越来越大，膨胀反而越来越快。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暗能量在宇宙中的比例。根据普朗克卫星的测量，整个宇宙的能量密度分布是：暗能量占 68.5%， 暗物质占 26.8%， 而包括所有恒星、气体、行星、人类在内的普通可见物质只占 4.9%。 这个数字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想。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看到的一切，太阳、月亮、星星、城市、山河，你自己，所有这些都是那 4.9% 的一部分。你学过的所有物理定律，你做过的所有化学实验，你了解的所有生物知识，都是关于这不到 5% 的宇宙。而暗物质和暗能量呢？你根本看不见它们，研究它们，甚至连想象它们都很困难。但它们加起来占据了宇宙的 95% 以上。我们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角，却发现我们连配角都谈不上。我们只是那9% 的少数派。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哲学，但它的含义是深刻而真实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有史以来积累的所有知识，研究的对象都只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们对宇宙的大部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这并不让我们绝望，反而应该让我们充满敬畏。想想看，在几百年前，人类还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几十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宇宙在加速膨胀，以为膨胀是在减速。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许会理解暗能量和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会发现我们现在完全无法想象的新物理。这就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永远在扩展我们对真实的认知边界。每一次发现都告诉我们，你以为看到了全世界，但其实你只看到了水面上的波光。暗能量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未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惊人。
如果暗能量的作用持续增强，宇宙可能会永远加速膨胀下去，最终所有的星系都会远离我们而去，连光线都无法追上膨胀的空间，整个宇宙将变得寒冷、黑暗、空旷，恒星会燃尽，物质会分解，连原子都会被撕裂。这被称为大撕裂 （Big Rip） 场景，是宇宙可能的命运之一。当然，这是非常遥远的，未来可能是几百亿年甚至几千亿年以后的事情，但它确实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也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暗能量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宇宙的膨胀会再次减速。也许暗能量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时空的基本属性，就像爱因斯坦方程中那个神秘的宇宙学常数。这可能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伟大的错误。他最初在自己的方程中加入了这个项，后来因为发现宇宙膨胀而后悔放弃了它。但现在看来，这个错误可能恰恰是宇宙最本质的特征。无论如何，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存在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认识。我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再是宇宙的主要成分。我们只是住在宇宙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永远好奇地眺望着水面下那看不见的绝大部分。第5章，没有暗物质的宇宙会怎样？反事实推理的震撼。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讲述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的证据，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暗物质不存在，宇宙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哲学上的思辨，实际上，科学家们真的用超级计算机模拟过这样的反事实宇宙。这些模拟的结果可能会让你对暗物质的存在有全新的理解。让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暗物质的宇宙。在这样的宇宙里，物质之间的引力完全来自我们能看到的普通物质，恒星、气体、尘埃、行星等等。没有暗物质提供的额外引力，宇宙会按照完全不同的剧本演化。科学家们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真实地计算了这种假设情况下的宇宙演化。结果发现，如果没有暗物质，宇宙的历史需要彻底改写。在真实的宇宙中，宇宙诞生后不久，暗物质就开始聚集，形成一种被称为暗物质晕的结构。这些暗物质晕就像宇宙的脚手架，巨大的引力把它们内部的普通物质吸引过来。普通物质在暗物质的引力井中慢慢聚集，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如果没有暗物质，这个过程会完全改变。在一个只有普通物质的宇宙里，原初气体的密度太低，产生的引力太弱，无法在宇宙早期快速聚集形成星系。这意味着星系形成的时间会大大推迟，可能要晚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才能开始形成。而且即使星系最终形成了，它们的结构和性质也会与今天观测到的星系完全不同。没有暗物质提供的额外引力，星系中的恒星运动会更加守规矩。离中心远的恒星确实会转得慢一些，而不是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几乎保持恒定的速度。星系的形状、恒星的分布、气体盘的稳定性都会与真实宇宙中的情况大相径庭。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想象你在堆积木，你需要先搭好一个稳固的框架，
然后才能把各种装饰品挂在上面。这个框架就是暗物质，而挂上去的装饰品、恒星、气体、行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可见物质。没有框架，装饰品无处可挂；没有暗物质，可见物质也无法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星系。这就是所谓的脚手架模型。暗物质构成了宇宙结构的基本框架，可见物质只是挂在这个框架上的装饰品。这个框架在宇宙诞生后不久就开始形成，然后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普通物质向它聚集。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整个宇宙的结构都会不同。也许你还会好奇，既然暗物质这么多，它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根据目前的估计，每立方米空间中大约有相当于几个氢原子质量的暗物质。虽然看起来很少，但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更有趣的是，暗物质不仅存在于星系之间的广袤空间，也存在于银河系内部，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每一刻都有数万亿颗暗物质粒子正在穿过你的身体。你感受到了吗？没有，对吧？这恰恰说明了暗物质最神奇的特性，它不与任何东西发生作用，包括你的身体。你看不见它，感觉不到它，但它就在那里，从未离开。地球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恰好处于银河系暗物质晕的中间区域，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浸没在暗物质海洋中的暗物质，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穿透我们，就像空气包围并穿透我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空气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不完全清楚，可以感觉到风，可以被呼吸。暗物质则完全是隐形的，完全没有痕迹。每一秒有数万亿颗暗物质粒子穿过你的身体，它们看不见你，你感觉不到它们，但它们从未离开。这句话值得我们再读一遍，它不是诗意的修辞，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每秒钟都有海量的暗物质粒子穿过你的身体，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只是忠实地遵循着引力的法则，在宇宙中穿行。有时候我会想，这些暗物质粒子中，是否有一些来自遥远宇宙的某个角落，穿越了100多亿年的时光，穿过了无数星系和星云，最终穿过了我的身体。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与整个宇宙紧密相连。我们身体所在的这个空间区域是暗物质海洋的一部分，而我们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是远古星云的一部分。暗物质不仅是宇宙结构的框架，也是联系我们与整个宇宙的隐形纽带。它提醒我们，在看得见的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运转，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两个世界的交汇点。第6章，替代理论的困境，暗物质真的不可替代吗？到这里，我们已经详细讲述了暗物质存在的各种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完全不同的观测方法，却指向同一个结论。似乎暗物质的存在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但是你可能会问，有没有可能这些现象有其他的解释？有没有可能暗物质其实不存在，科学家们只是误解了某些物理规律？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实际上，科学家们自己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科学的本质就是质疑一切，包括那些看起来已经确立的理论。所以，天体物理学家们确实提出了并且严格检验了一些替代暗物质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替代理论之一是芒的，即修正牛顿动力学。芒的理论家认为，也许问题不在于有看不见的物质，而在于我们的引力理论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修正。具体来说，他们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者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描述星系尺度这样的极大尺度上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按照芒的理论，在非常弱的引力场中，引力的衰减方式与牛顿理论预测的有所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星系外侧的旋转速度不下降。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确实有一些物理学家支持芒的，因为他在解释星系旋转曲线方面做得还不错，而且不需要引入一种全新的看不见的物质。但是科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理论必须经受住所有可能的检验，而不仅仅是某一种检验。芒的面临的问题是，它可以解释星系旋转曲线，但它无法同时解释其他的观测事实。举个例子，芒的很难解释引力透镜效应。我们之前讲过，引力透镜显示大质量星系团产生的光线弯曲程度远超可见物质能解释的范围。如果只是修改引力理论，很难产生这么强的透镜效应，除非同时假设有额外质量的物质存在。芒的也很难解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涨落模式。我们之前说过，微波背景辐射的细微变化，只有包含暗物质的宇宙模型才能完美解释。芒的倡导者尝试过用修正引力来解释这些数据，但结果都不太理想。这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开一把锁，但开不了其他的锁。而暗物质这把钥匙可以同时打开星系旋转曲线、引力透镜、微波背景辐射、星系团碰撞等所有的锁。这就是为什么暗物质模型如此强大，它不是一个特设的解释，而是一个能够统一说明多种现象的理论。除了芒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理论，比如像 TVS 这样的修正引力理论，也试图在不引入暗物质的情况下解释观测事实，但它们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可以解释一部分观测现象，但无法同时解释所有的观测证据。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但经常被误解的点，科学家们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相信暗物质才坚持这个理论的，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被实验数据淘汰了，只剩下暗物质模型还站着。这正是科学方法最本质的特征，不是权威说它对就是对的，而是所有理论都平等地接受数据的审判。每一个提出暗物质替代方案的理论都有机会被接受，只要它能通过所有观测事实的检验，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替代方案能够做到这一点。科学的精神不是坚持某种理论，而是让所有理论都平等地接受数据的审判。暗物质之所以站到现在，是因为所有对手都倒在了证据面前。这句话非常精确地描述了科学进步的逻辑。我们不相信暗物质，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释。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希望有人能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但这个理论必须能够解释所有的观测事实，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2022年詹姆斯韦伯望远镜 JWST 发射后引发的一场争议。当时韦伯望远镜发回了一些非常早期的星系图像，这些星系在宇宙诞生后仅仅几亿年就形成了，而且看起来比暗物质模型预测的更大更成熟。这个消息让一些媒体兴奋不已，宣称这证明了暗物质理论是错的。但实际上，科学家们很快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发现这些早期星系的特点与暗物质模型是一致的，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挑战。后续的观测和分析表明，这些星系并没有真正违反暗物质模型的预测，只是需要更精细的模型来理解它们的形成过程。这也提醒我们，科学进步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会经历质疑、验证、修正的过程。暗物质理论也是如此，它经历了数十年的检验，承受了无数学者的质疑，但每一次它都成功地通过了检验。也许将来会有一天，有人提出一个真正完美的替代理论，能够在不需要暗物质的情况下解释所有的观测事实，而且还能做出新的可被验证的预测。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科学界会欣然接受这个新理论，就像当年接受暗物质一样。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暗物质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解释，最符合所有观测数据的解释，最经受住所有检验的解释。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永远保持开放，但永远尊重证据。第7章，从绝望到敬畏，暗物质教给我们的宇宙哲学。我们一起走过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之旅，从星系旋转曲线的异常，到引力透镜的扭曲，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指纹。我们讨论了为什么暗物质如此难以探测，以及如果没有暗物质，宇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了解了那些试图替代暗物质的理论，以及它们为什么最终没有被科学界接受。现在，让我们在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站，停下来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暗物质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哲学启示？首先，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存在的含义。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眼见为实，我们相信那些能够被看见、被触摸、被测量的事物是真实的，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可疑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上。我们通过感官来认识世界，通过工具来扩展感官的能力，然后认为这就是全部的真实。但暗物质彻底颠覆了这个信条。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直接测量，但它确实存在，不是可能存在，是一定存在。否则无法解释我们观测到的现象。这就像是一个悖论。我们最依赖的感官告诉我们宇宙是什么样子，但宇宙告诉我们的却是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捕捉到它的绝大部分。这让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宇宙的大部分是由我们完全无法感知的东西组成的，那么人类认知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是否只是更高维真实的投影？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我们以为看到了全世界，其实只看到了水面上的波光。这句话用在暗物质身上再恰当不过。但这种认识不应该让我们绝望，
反而应该让我们充满敬畏和好奇。想想看，在几百年前，人类还相信地球是平的，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相信所有的星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后来我们发现，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太阳只是银河系边缘的一颗普通恒星，银河系只是宇宙中无数星系中的一个。每一次认知的扩大，都让我们变得更加渺小，但也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更加深刻。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是这个认知扩展过程的最新一步。每一次这样的发现都告诉我们，我们以为已经了解了宇宙的全部，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探索它的奥秘。这种未知，恰恰是科学探索最根本的动力。如果宇宙全部是由我们熟悉的东西组成的，那还有什么好探索的呢？如果暗物质不存在，宇宙只是一大团发光的恒星和气体在空旷的空间中漂浮，那该多无聊。但正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秘，更加深邃，更加令人敬畏。这种未知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敬畏的来源。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不再只是看到一颗颗恒星，而是想到那些看不见的暗物质正在穿过你的身体，正在塑造那些可见星系的结构，正在决定整个宇宙的命运。这种认知让你与整个宇宙连接在一起，你不仅仅是宇宙的观察者，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身体里也携带着宇宙创始时的信息。暗物质最大的意义，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由什么组成，而是提醒我们，宇宙可以由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组成，而这正是它最迷人的地方。下次当你抬头看星星的时候，试着想象一下，在你目光所及的星空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暗物质云，它们像幽灵一样包裹着每一个星系，为星系提供额外的引力，让恒星能够稳定地旋转。在更远的地方，暗能量正在推动宇宙加速膨胀，把越来越远的星系推向永恒的黑暗。而你这个站在小小蓝色星球上的生物，正在用你不算太强大的感官去试图理解这一切。你看不见暗物质，感受不到暗能量，但你的大脑，这个由普通原子组成的不到2公斤重的器官，正在努力理解宇宙的奥秘。这是不是很神奇？这难道不是宇宙最美丽的悖论吗？宇宙创造了能够理解它自己的智慧生命，即使这种智慧生命只能感知到宇宙的极小一部分。也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智慧，它们能够感知到暗物质和暗能量，能够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如果它们存在，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可怜。我们拥有观测整个宇宙的技术，却只能看到它的不到5%。但也许他们也会羡慕我们，因为正是这种看不见，才让探索变得有意义。如果一切都一目了然，那还有什么惊喜可言？正是因为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神秘，正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才有了继续探索下去的理由。每一次发现都在扩展真实的边界，每一个新的答案都带来更多的问题。这就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它永远没有终点，永远在前方为我们保留着惊喜。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想邀请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在你了解了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故事之后，你对宇宙、对生命、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吗？你是否也曾在某个夜晚仰望星空，感受到那种混合着敬畏和好奇的情绪？也许你没有明确的答案，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开始思考了，而思考就是探索的第一步。感谢你和我一起走完了这段从绝望到敬畏的旅程，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每次当你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都会记得，在那看不见的黑暗中，藏着宇宙真正的秘密。而你，正是那个有幸知道这一点的人。晚安，做个好梦。也许在梦里，你会穿越星河，与暗物质相遇。